Hello， 我是微微关大伟，欢迎收看 Nice Chord 好和弦。我今天要教你在10分钟之内搞懂所有的现代和弦代号。和弦代号就是你在流行歌乐谱上面看到的这些数字跟字母组成的东西。如果你对它们还没有很懂的话，今天就把它学会吧。在讲和弦代号以前，我们要先来一个简短的中英文单字时间。所以什么是和弦？其实随着时代演变，我们对和弦的定义其实越来越宽松了。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比较传统的说法，和弦就是3个音或者是以上的3度堆叠的组合。所以也不一定要只有3个音，如果你有4个、5个或更多都可以。下一个字是3和弦，很简单，3和弦就是指3个音的和弦。既然3个音的和弦叫做3和弦的话，那4个音的和弦就叫做4和弦吗？可惜不是，4个音的和弦叫做7和弦。这是因为7和弦这个字的英文叫做 seventh chord， 意思是从最低音算起，3度3度你给它叠到第7度音的和弦。然后我们翻译成中文的人呢，就直接把它叫做7和弦，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名词逻辑不一样的状况。3和弦是指3个音的和弦，7和弦呢是指7度音的和弦。接下来更多音的和弦命名规则就跟7和弦一样了。9和弦是指5个音的和弦，因为第5个音是第9度。11和弦是指6个音的和弦。13和弦是7个音的和弦。那15和弦嘞？如果你3度堆叠一直叠到第15度的话，就会跟最开始的音重复了，所以我们没有15和弦，最高的和弦只到13和弦为止。知道了和弦有几个音之后，接下来要介绍最常用的3大和弦家族，分别是大、小跟属。当然和弦还有其他的家族，不过这3种家族是最常用的。如果我们把都开头的3种家族的7和弦都写出来，长得大概像是这样子。最简单的想法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大7和弦，你就只要把最低音开始的大调音阶的1、3、5、7音写出来就可以了。像这个例子来看，我们要做的是 C 的大7和弦，所以你就把 C 大调音阶的1、3、5、7音写出来，那就是哆咪嗦西。得到一个大7和弦之后呢，你只要把第3个音跟第7个音降半音，你就得到小7和弦。如果只有第7个音降半音，那第3个音维持正常大调音阶的话，我们就叫做属7和弦。再整理一次，正常的大调音阶的1、3、5、7音合起来叫做大7和弦。3跟7度音两个都降半音的话呢，叫做小7和弦。只有7度音降半音的话，就叫做属7和弦。如果你要把这3种和弦都升级到13和弦的话呢，你就只要在上面再加上大调音阶的第9、第11跟第13音就可以了。不管是哪一种家族的和弦，上面加的9音、11音、13音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和弦代号了。和弦代号的逻辑其实超简单，它就是先写出和弦的根音是谁，后面再加上一串字尾来叙述它是哪一种和弦。大和弦家族除了3个音的大3和弦是不加任何字尾之外呢，7和弦以上一律要加上 MAJ 字尾，表示 major。小和弦家族全系列都要加上小写 m 字尾。除了小3和弦不用写数字之外，7和弦以上都要加上数字。属和弦家族没有3和弦，是从7和弦开始，全系列呢都只要加上数字就可以。到这边为止，我们已经学会大部分常用的和弦了。那接下来我要说4种变化和弦音的符号写法，它们分别是 add、sus、omit 跟括号。add 的意思呢，就是增加一个音。譬如说，你可以在 C 后面写 add2， 意思就是正常的 C 和弦再外加一个大调音阶的第2个音。那 add6 就是增加大调音阶的第6个音，以此类推。下一个变化型叫做 sus， 它的意思是不要3度音，换成4或者是2度音。譬如说 C 和弦原本是哆咪嗦，那 C sus 的意思呢，就是不要中间那个咪，把它改成发，变成哆发嗦。你可以写 C sus 或是 C sus 4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要把3度音换成2度音的话呢，你就一定要在 sus 后面标明数字2。再下一个是 omit 就是省略的意思。例如说我有一个 C 的大9和弦，
哆咪嗦西瑞，但是我不想要中间那个咪，我就直接写 C major 9 omit 3，意思是不要3度音。最后一个是括号，括号就是你想要干嘛就写在括号里面就对了。如果你特别指定和弦里面的某个音要低半音，或是高半音，或是要干嘛，你都可以写在括号里面。譬如说画面上最左边的例子，我有一个哆咪嗦西瑞的大9和弦，但是我想要中间的那个嗦要高半音，我就直接在括号里面写升5。其他的例子你可以以此类推。这就是4种变化基本和弦的方式 ：add、sus、omit 跟括号。然后很快的提一下转位，当和弦有转位，也就是说不是原本的根音当最低音的时候，你就在和弦代号的后面画一条斜线，然后再写上最低音的音名就可以了。像是画面上的第2小节，它是 C 和弦，但是转位成咪变成最低音，我就在 C 和弦后面写斜线1，那你要把斜线念成 on， 所以这个就是 C on 1。那你也可以在斜线后面写和弦以外的音，像是最右边这个例子 C on F， 但是 C 和弦里面没有发，哆咪嗦里面没有发，这个时候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 C 和弦的下面再外加一个发，变成发哆咪嗦。当然除了最常用的大小属3种家族之外，和弦还有其他很多家族，它们的建构方式跟和弦代号长得像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可以把画面暂停仔细看一下。最后我们一起来做2个小测验，然后来确定我们都有搞懂了。首先来想想看，降1 major 13升11是什么音？首先你要先想降1大调的音阶，你把降1大调的音阶的1、3、5、7、9、11、13的音列出来，这样就已经是一个大13和弦了。然后它括号里面写升11，所以我们就把第11音高半音，就是降拉要变成拉，这样就是降1 major 13升11和弦。再举一个例子，降 B 9 sus， 所以你先想降 B 大调的音阶，然后它的1、3、5、7、9音。那因为这是一个属和弦，所以第7音要降半音，这样就已经是属9和弦了。然后你再处理 sus 的部分 ，sus 的意思是要把3度音换成4度音，所以我们把 re 换成降咪，这样子就是降 B 9 sus 和弦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和弦代号课程，希望你能够再花一点时间研究，然后把它搞懂。这个影片是由好和弦 Nice Chord 提供给你，欢迎到 nicechord.com 学习各种关于作曲、编曲和电脑音乐的技巧。我是 Wee Wee 关大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